另一个颜色。叶晨一番话，让董若琳思忖片刻之后，瞬间恍然大悟。她不由惊呼道：叶晨，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塔瓦纳一直很积极地为蓝色阵营宣传，搞得大张旗鼓的，还一直号召他的粉丝去投票。没想到这么下本钱还是输了。换作是我肯定也很郁闷。说着，他不禁感叹，我刚才看他一脸不开心的样子，还以为三井家族赖人家演出费没给呢。这要真是演出前因为出场费闹矛盾，说不定今儿这演出都看不上了。不过我转念一想，好像人家三井家族也不至于赖他这点钱。萧初然忍俊不禁地说道：若琳，你这张嘴也太损了。嘿嘿，董若琳笑道，说实话啊，初然，我虽然很喜欢塔瓦纳的歌，也很喜欢他的才华和演出的风格，但说实话，我不喜欢所有夹带私货的公众人物，尤其是他一直标榜的要支持性少数群体。我觉得他支持可以，在心里默默支持没人管，但他不能仗着自己粉丝多，整天把这事儿挂嘴上。他的粉丝很多都还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的，给这种群体输出那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思想，这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叶晨听到董若琳的这番言论，不禁惊叹道：厉害啊，若琳，你这番话说得让人刮目相看了。董若琳嘻嘻一笑，说道：别看咱自己没啥能耐，这正义感是向来只多不少的。一旁的凯莉·维斯特一直没说话，她正忙着用手机给费可欣发信息，把自己在这里遇到叶晨的消息告诉了他。随后她笑着问叶晨道：叶先生是怎么看待美国现如今的情况？您是偏蓝的还是偏红一些？叶晨想了想，笑道：我谈不上偏谁，我只是希望这个世界能正常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些年好像一下子涌出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事情。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类只有2种性别，忽然远在美国的有些人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将近100种性别，这对我个人来说不太容易接受。说着，叶晨又道：我昨天去看了一场比赛，女子组的冠军争夺战里，有一个自称性别障碍的男选手，他一路过关斩将，不知击败了多少真正的女性，才走到了决赛的赛场。或许对少数人来说，他的权利得到了尊重，可对那些被他击败的女性来说，他们的权利又有谁去尊重呢？美国人总爱说别人上纲上线，其实他们更喜欢上纲上线，而且特别喜欢因小失大。特点就是当某一小部分人成为关注对象之后，他们就会专门为了一小部分人的权利去牺牲一大部分人的权利，很令人费解。就在这时，三井良孝已经说完了自己的开场白和简短演讲，随后他看向生无可恋的塔瓦纳，开口道：接下来我想请我们今天的主角，当下最具号召力的国际巨星塔瓦纳斯维特登台跟大家讲几句。毕竟在场的宾客包括我的女儿，都是斯维特小姐的粉丝，大家平时日听她唱歌，今日终于有机会在这个派对见面，一定也很想听她说些什么。现场顿时一阵欢呼，只是这欢呼声中，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给三井良孝这位三井家族大佬的面子。塔瓦纳听闻要让自己登台讲说，眉头瞬间微微一蹙，但很快又恢复如常。他知道这是原本就定好的派对流程，在东道主三井良孝讲完之后，自己就要上台说几句客套话。一般这种情况无非就是商业互吹一番，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塔瓦纳此时明显心事重重，他见三井良孝邀请自己登台，迟疑片刻便与自己的男朋友相互亲吻脸颊，随后起身来到了小舞台上，从三井良孝手里接过麦克风。塔瓦纳沉思片刻，一时间还没想好要说什么。台下不少人已经拿出手机想要录像，这时候三井良孝便出言提醒道：诸位，我们今天的派对是一场纯粹的私人派对，斯维特小姐是国际层面的公众人物，
大家不要在派对上对他本人拍照录像，更不要上传到网上去，以免给斯维特小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听三井良校出言提醒，众人赶紧纷纷放下手机。而这时，塔瓦纳斯维特忽然开口道：谢谢三井先生的关照，不过今天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录像并且上传到网络上去。如果大家这么做，我会非常感激。说着，就在所有人疑惑不解的时候，塔瓦纳义愤填膺地开口说道：诸位想必都已经听说了大洋彼岸的最新消息，我本人对这个消息也非常愤怒。作为一个深蓝阵营的成员，只想说这是人类进步的倒退。我们这些年来一直为 LGBT 群体奔走，一直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努力，可现如今这一切成果都将岌岌可危。我希望在场的各位都能够切身参与到维护 LGBT 群体权益的正义行动中来，杜绝歧视，杜绝有色眼镜，让他们拥有与普通人一样的权利。我们虽然丢掉了这一个4年，但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4年，甚至有可能是14年、40年，甚至400年。在场的多数日本人一时间有些面面相觑，他们原本已经做好准备，等着塔瓦纳登台夸赞一番日本，再声明自己对日本有多喜爱，日本粉丝的支持对他有多重要。虽然知道这种话虚伪到了极致，但在这种场合是亘古不变的基调。可是做好被夸准备的日本人却惊讶地发现，塔瓦纳上台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大通，竟然半点也没提日本和日本人，反而全程在为 LGBT 发声。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本就相对传统， LGBT 平权的理论根本就说服不了日本人。塔瓦纳在这种场合忽然说出这番话，属实让这些日本人一时间不知该给出何种反应。三井良校这时候只能尴尬地打圆场道：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大概意思是年轻人一定要保持愤怒，说是年轻人只有保持愤怒，才能拥有更大的动力前进和改变自己。看到斯维特小姐为了某些少数群体如此用心，如此感同身受，我现在也愈发认可这句话了。大家见三井良校出来打圆场，于是便纷纷笑着鼓起了掌，也算是让塔瓦纳脸上好看了一些。这时，三井良校的助理忽然走上台，在他耳边耳语几句。三井良校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激动地说道：诸位，我刚收到一个好消息，美国费氏集团的董事长费可欣小姐已经在来参加我们派对的路上了。